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一种女人，明明已步入中年，经历过风霜，看过人心险恶，眼神却依然透着一股清澈。世俗的人说他们太傻太单纯，甚至觉得他们在这现实的社会里注定要吃亏。但你要是仔细观察他们的人生，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真相：那些精明算计的人，往往活得心力交瘁，晚景凄凉；而这些看似单纯的女人，却总能逢凶化吉，甚至家道兴旺，岁月不老。这不是运气，而是一个被世人遗忘了千年的因果秘密。佛经中有一句震撼人心的话：三界为心，万法为识。这意味着你所感受到的世界不过是你内心的投影。在佛家的眼光里，这种中年单纯绝非幼稚，而是一种返璞归真的极高修行。它在梵文中对应着清净自性，意指一颗不被尘垢染污的宝珠。当一个女人到了中年，看透了人性的贪婪与卑劣，却依然选择用一种纯粹的眼光看待万物，她其实已经在无形中掌握了宇宙间最强大的能量密码。这就像是《妙法莲华经》中所说的“入清净池，世间的纷扰如烈火”，而这颗单纯的心就是那一汪清泉，火再大也烧不进泉水的核心。大多数人到了40、50岁，脸上写满了防备、焦虑与计算。这些负面情绪在佛法中被称为遍计所执性，是透支福报的元凶。而那些守住单纯的女人，她们的气场是流动的、和谐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清净的力量会直接改变一个人的依报，也就是你周遭的环境。当你心无杂念，磁场就会变得干净。那些负能量、小人、灾恶，在靠近你之前，就会被这股慈悲的纯粹所化解。这就是为什么古德常说“人善人欺，天不欺”。这里的单纯，是看破后的慈悲，是放下后的从容。今天，我要为你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带你走入一段关于心性与命运的探索。这不仅仅是在谈论福气，更是在揭示一种能让你身心安稳、后福无穷的活法。如果你也渴望这份被上天眷顾的福报，或者你身边正有这样一位纯真的灵魂，请在评论区留下“心静福自来”。这不仅是一句祝福，更是一份对善念的感召。让我们一起开启这场洗涤灵魂的旅程，看看那被隐藏在单纯背后的究竟是怎样惊人的因果力量。在这段尘封的因果往事中，我们要回到明代万历年间，有一位奇女子，人称苏夫人。她出生于簪缨世家，双10年华便嫁入了当时权倾朝野的林府。林府内宅从来不是什么清净之地，那是一个充满了权力、角逐、尔虞我诈的微缩江湖。妯娌间的排挤，下人们的见风使舵，乃至朝堂风波在后院激起的层层涟漪，足以让任何一个聪慧的女人在短时间内变得满腹心机，眼神凌厉。然而苏夫人却像是一个艺术，她每日研读药师经，在众人为了分家产、争宠信而争得面红耳赤时，她总是安安静静地坐在回廊下，看着院子里的苔藓长了又青。府里的老管家私下感慨，这位夫人实在是心眼太实，甚至有些憨直。当别的夫人忙着变卖公家资产充盈私库时，她却把自己成亲时的陪送银两偷偷托人送去城外的栖霞寺，供养那些无家可归的孤儿和老僧。这种单纯在林府上下看来简直是一种软弱。有一年，林家老爷因卷入一桩贪墨疑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全家上下惶惶不可终日。家中的2夫人和3夫人早已暗中将值钱的细软打包，甚至开始联系娘家准备脱身。苏夫人呢，她没有哭闹，也没有算计退路，她只是默默地把林家多年积攒的那些带有原罪的产业账目整理清楚。
在那个雷电交加的夜晚，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的决定。他劝说林老爷趁着货势未稳，主动将这些年不义之财全部捐出，布施给受灾的流民。二夫人指着他的鼻子骂他疯了，说他这是要断了林家的后路，说他活了半辈子还是个不识时务的木头人。苏夫人只是温婉一笑，眼神中没有半分恼怒，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平静。她轻声对林老爷说：老爷，佛家讲财为五家所共有，这些东西若带了怨气，留着便是祸根。咱们求的是心安，心安了，命就保住了。那种语气不像是劝诫，倒像是揭示了一个早已注定的定数。林老爷在极度的惊恐中鬼使神差地签了字。那一夜，苏夫人站在暴雨中，看着林府那些奢华的宝物被一一抬走，她的眼神里竟透出一种解脱的清亮，仿佛她丢掉的不是财富，而是捆绑灵魂的枷锁。但谁也没想到，这种近乎决绝的舍弃，竟然在因果的棋局上埋下了一个反转乾坤的伏笔。而苏夫人的考验才刚刚真正开始，林府的变故远比众人预料的还要惨烈。朝廷的圣旨降下，虽然因为林老爷主动捐产赈灾免去了死罪，但全家即刻贬为平民，必须在3日内搬离京城。一时间，曾经门庭若市的林府变得门可罗雀。那些平日里精明能干、算计了一辈子的妯娌们，在危难时刻彻底撕下了伪装。他们卷走了仅剩的一点私房钱，撇下年迈的公婆和年幼的孩子，各自寻了出路。唯有苏夫人不一样，在最混乱的那几天，她亲自下厨给全家人做饭，甚至还细心地为每一个被遣散的丫鬟缝补了破损的行囊。二夫人临走前嘲讽她：苏氏，你平日里装的不食人间烟火，现在家破人亡了，我看你那点清净心能不能变出白面馒头来。苏夫人没有反驳，她只是弯下腰捡起地上的一枚断掉的玉簪，温和地递给二夫人：妹妹，山高路远，保重自己，心若乱了，路就更难走了。那眼神中竟没有一丝委屈或怨恨。就在全家准备启程前往苦寒之地流放时，苏夫人的这种单纯引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那是城中出了名的铁面判官，也是此次负责抄查林府的官员。这位大人在翻阅苏夫人整理的账目时，发现每一笔款项都写得清清楚楚，不仅没有中饱私囊，甚至连他自己多年积蓄的月例都标注着已用于承西药瀑布式医药。这位判官在官场多年，见过太多为了活命倒戈相向的夫妻，见过太多为了财产争得头破血流的母子，却从未见过一个身处权力漩涡中心，心性却干净得如同一张白纸的女人。他看着苏夫人，忍不住问道：夫人，如今林家已是败瓦残垣，人人都在弃船而逃，你守着这残破的摊子，图的是什么？苏夫人合掌行礼，轻声答道：大人，佛门讲一念无明便生3000烦恼，我不是图什么，只是不愿让那些繁杂的计较乱了我的心神。林家风光时，我不曾多得一分；林家落魄时，我亦不曾少了一分。我的心始终是在他该在的地方。判官听后久久无语，在那双透彻的眼眸面前，他仿佛看到了自己多年来在官场博弈中逐渐枯萎的本心。他鬼使神似地在苏夫人的流放文书上加盖了一个特殊的印章，并叮嘱随行的差役，这一路上莫要为难这位夫人。他是这红尘里少有的真性情，但这仅仅是身体上的保全，通往苦寒之地的路途漫长且危险。一天夜里，队伍宿在了一座荒废已久的古庙，深山之中狼嚎四起，随行的官差和家属都蜷缩在火堆旁。
就在这时，一群流窜在边境的悍匪盯上了这支带着些许行囊的队伍。当刀剑的寒光划破黑夜，惨叫声瞬间连成一片，官差们自顾不暇，邻家的男人们吓得钻进桌底。只有苏夫人，她没有像旁人那样惊恐地尖叫或跪地求饶，她静静地从怀里掏出一本残破的《金刚经》，端坐在佛像残躯前闭目诵经。匪首是个满脸横肉、杀气腾腾的壮汉，他一脚踢开庙门，原本想大肆劫掠，却被眼前这一幕定住了身形。在火光的跳动中，苏夫人的周身仿佛笼罩着一层柔和的光晕，周围是哭喊和杀戮，而她坐在那里，神情安详的像是坐在自家的后花园里赏花。那种清净心散发出的频率，竟让这些常年刀头舔血的悍匪感到一种莫名的心虚与平静。匪首提着血淋淋的钢刀走到苏夫人面前，粗声喝道：“你不怕死吗？还是在装神弄鬼？”苏夫人缓缓睁开眼，平静地看着匪首，像是看着一个迷途的孩子，轻声说道：“将军，死生有命，因果有定。我这条命若能化解您的杀业，那便拿去。只是这庙中还有老幼，他们身无分文，唯有一身苦楚，求将军慈悲。”匪首愣住了，他这辈子杀过求饶的人，杀过反抗的人，却从未见过一个中年妇人在刀尖抵住咽喉时，竟然还在为仇敌的杀业着想。他从苏夫人的眼神里读到了一种东西，那是他在所有聪明人、权贵者眼中都看不到的真。他手里的刀颤抖了一下，那是他内心残存的一点佛性，被这股纯粹的力量瞬间唤醒。他收起刀，盯着苏夫人看了许久，最后竟对手下吼道：“撤！这屋子里有神明护着，谁也不准动。”匪众撤离后，庙内一片死寂。劫后余生的人们看向苏夫人的眼神变了，那种曾经被他们嘲笑为傻的单纯，在这一刻化作了一道看不见却坚不可摧的城墙，挡住了通往地狱的利刃。苏夫人依然没有邀功，她只是重新低下头，继续念诵那未完的经文。后来他们进入北地荒原，极度的寒冷与饥饿考验着人性的底线。同行者为了抢夺一个发霉的馒头，不惜易子而食，那种被生存本能扭曲的精明与自私，让荒原显得比地狱更冷。苏夫人却依然保持着那种近乎透明的守贞，她将仅有的口粮分给病弱，甚至在发现路边垂死的野犬时，也会省下一口水。这种行为在旁人看来依然是傻，但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在这片被诅咒的荒原上，苏夫人所到之处总能奇迹般地避开风暴。那些对他人凶神恶煞的异族牧民，在见到苏夫人那双毫无防备、纯净如水的眼睛时，竟然会放下戒备，主动献上温热的羊奶。他们说，这个女人的眼神里没有毒，看着她，心里的火就灭了。佛家讲医报随着正报转，苏夫人的心境便是她的正报。当她拒绝用算计和恶意去回应这个世界时，整个世界的恶意仿佛在她面前自动消解。不仅如此，原本因长途跋涉而形容枯槁的邻家眷属，在苏夫人的感召下，竟然慢慢放下了彼此间的怨恨。那种由于少职带来的安详，如同一种无形的药草，治愈了所有人内心的焦虑。林老爷看着夫人在冰天雪地中依然平静的面容，终于跪在雪地里放声大哭。他一生钻营权谋，自诩聪明绝顶，到头来却不如夫人的一念清净能挡住风雪。苏夫人扶起他，指着远处隐约可见的微光说：“老爷，心若不求，便是自在；心若不染，便是福田。”就在这时，北地传来急报，新皇登基，大赦天下。朝廷在复核旧案时，苏夫人当年整理的那份清白账目和判官的宝剑成了关键。
圣旨传到荒原，林家洗清冤屈，准予回京，并封苏夫人为真敬一品夫人。这个转折让所有人疯狂欢呼，唯独苏夫人在接到圣旨的那一刻，神情与她在林府落魄，在荒庙遇匪时一模一样。她没有狂喜，也没有感慨，只是像往常一样轻轻拍去袖口的尘土。那份历经生死却从未改变的单纯，在这一刻照亮了整片荒原，仿佛在昭示，福报从来不是求来的，而是这颗心本就拥有的芬芳。林府重归京城的那天，全城轰动，那些曾经看冷戏甚至落井下石的人纷纷登门拜访，阿谀奉承之声迎满门庭。然而苏夫人却在封赏的第二天悄然谢绝了所有命妇的邀约。她换上一身素净的布衣，提着一篮最简单的斋菜，独自回到了当年她布施过的栖霞寺。老僧在大殿前打扫落叶，抬头看见她，微微一笑说：“夫人，劫数已尽，福报圆满了。”苏夫人合掌躬身，轻声答道：“师父，劫数是新造的，福报也是新演的。回京之后，我看着满城的繁华，竟觉得比那荒原更冷。人人都在算计着如何守住这份得来不易的荣华，心里的那层灰垢比流放时还要厚。”老僧停下手中的扫帚，指着寺后的一口古井说：“这口井久旱不干，久雨不易，是因为它深处地底，不与江河争流，只守着那一滴源头的清澈。夫人的心便是这口井。世人以为夫人单纯是傻，却不知这傻里藏着佛家最深的功德——无漏。所谓无漏，就是不让烦恼贪嗔钻进心里的缝隙，从而让福报不再流失。苏夫人在林府重振旗鼓的日子里，依然像个局外人。她不参与官场的勾心斗角，不计较妯娌的流言蜚语。她的孩子在这种平和的磁场中长大，个个性格内敛、谦逊有礼，竟成了京城里少有的清流才俊。多年后，当林老爷100岁仙逝，苏夫人在一个午后静坐中无疾而终。临终前，她的面容宛如少女般光洁平滑，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人们翻开她留下的经书，发现扉页上写着一行字：“万般算计皆是梦，一念清净始见真。”苏夫人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一个中年还能保持单纯的女人，福报为什么会比常人大得多。先说第一种，心静则福聚。我们总以为清静是一种奢侈，甚至是一种逃避，但你发现了吗？那些人到中年依然保有一份单纯的女人，她们最显著的福报，首先就体现在一种近乎奇迹的身心和谐上。佛家常说心静则国土静，这绝非虚言。当一个女人的内心不再被琐碎的算计、陈年的怨恨和对未来的焦虑所填满时，她的身体就像是一处磁场极佳的圣地。中年女性往往面临着人生最繁重的压力，上有老下有小，职场与家庭的拉锯，这些都在无形中消耗着生命能量。大部分人在这种内耗中变得面色枯槁，眼神浑浊。然而守住单纯的女人，她们的发心是简单的，因为简单，所以没有多余的杂念去拉扯气血。佛经8大人觉经中提到，多欲为苦，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这种清净心在生理层面表现为极低的内耗。当你不记恨、不纠缠、不为了虚荣而伪装自己时，你的五脏六腑是在一种极其舒缓的状态下运作的，这便是清雅之气带来的延寿福报。很多时候，疾病的根源在于气结，而单纯女人的心是通透的，不留死角的。她们的皮肤或许会有岁月的痕迹，但那种由内而外透出的清澈的光泽感，是任何昂贵的保养品都无法模拟的。
从佛教教义来看，这正是离垢地的微观显现。一个人如果能放下贪、嗔、痴这三毒的侵扰，他的生命质量就会发生质的飞跃。单纯不是看不见黑暗，而是看清了黑暗的虚幻后，选择回归自性的光明。这种福报让他们在中年之后依然拥有如少女般的睡眠质量和稳定的情绪能量。这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难道不是一种最顶级、最实用的加持吗？他们感召到的往往也是同样干净的磁场。所谓物以类聚，当你的内心是一汪清泉，那些浑浊的戾气就很难在你身边停留。这种心境本质上是在为自己修筑一座坚不可摧的免疫系统，不仅针对病毒，更针对命运中的种种不顺遂。那么第二种福报是什么呢？就是少职责自在。在中年的世界里，我们习惯了争名次、争资源、争一口气，但佛学中有一个极高深的智慧，叫做无弃法。那些人到中年还单纯的女人，她们身上第二种惊人的福报便来自于这份不争背后的巨大能量倒流。这并非软弱无能，而是一种深谙宇宙运行规律后的少执。维摩诘经中云：从痴有爱，则我病生。许多中年人的痛苦源于对求不得的执着和对已失去的纠缠。单纯的女人，她们的心就像一面不粘尘埃的镜子，事来则应，事去则空。她们不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别人的评价或物质的堆砌上。当一个人不再执着于我一定要得到什么时，他反而获得了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自由。这种少执带来的福报，首先是人际关系上的化繁为简。你会发现，那些活得单纯的女人很少深陷婆媳矛盾、职场宫斗。为什么？因为她们没有那种强烈的控制欲。在佛法看来，一切纠纷的根源都在于我执。我觉得你应该对我好，我觉得你应该听我的。单纯的女人放下这种预设，她们随缘而住，这反而让周围的人感到无比的放松。更有趣的现象是，这种不争往往会感召到更大的获得，这在哲学上被称为反向作用力。当你不急于去抓取时，你的双手是张开的，宇宙的馈赠反而更容易落入其中。佛家讲有求皆苦，无求乃乐。这种乐不是暂时的快感，而是一种深沉的不随外界环境而动摇的定力。这种定力保护了他们的福报不被无谓的纷争所损耗。在因果的账本上，每一次计较，每一次怨怼，都是在支取你的福分，而每一次宽容，每一次放下，都是在为你的生命银行续存。中年单纯的女人正是通过这种看似吃亏的方式，悄悄地成为了生命里最富有的人。她们不战而胜，因为她们从一开始就没有进入那场消耗生命的虚假战争。当一个女人步入中年，还能维持那份单纯，她身上散发出的第三种福报，便是佛家最核心的智慧——慈悲所感召的避灾化解。很多人误解了慈悲，以为那只是廉价的同情心，但在佛学的深层维度里，慈悲是一种极高频率的能量。单纯的女人心地往往柔软且真诚，她们不屑于玩弄手腕，也不愿用恶意去揣测他人。这种不伤人、不搬弄是非的纯粹，实际上是在为自己修筑一道隐形的防波堤。佛经中说，言语之恶如火焚林。绝大多数中年人的福报都是从嘴里漏掉的，而单纯的女人因为心无杂念，言语间便少了刻薄与挑剔。这种口业的清净，让他们在冥冥之中避开了无数口舌是非和无妄之灾。在佛法的因果法则里，你投射给世界什么，世界就回馈你什么。当一个女人始终以真诚和包容待人，她所营造的磁场就是柔和的。这种柔和能让原本紧绷的人际关系瞬间松绑，
让原本要爆发的冲突化于无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现有些看似傻傻的女人，遇到困难时总有贵人现身相助。那不是因为她运气好，而是因为她平日里积攒的善业在关键时刻显现了。佛家讲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这种单纯的利他心本质上是一种最高级的布施。他们在日常的体谅与不计较中，一点一滴地消解了宿世的违缘。从哲学角度看，这种福报源于无我的境界。因为单纯，所以没有过重的自我防卫，反而能够包容万物。这种慈悲的力量就像水一样，看似最柔弱，却能穿透最坚硬的顽石。中年女性若能守住这份慈悲，不仅是在护持自己的福报，更是在为子孙后代积累阴德。那份不言而喻的感召力，让家庭和睦，灾殃远避。这便是人善人欺，天不欺的真实写照。最后一种福报，也是最深沉、最持久的，便是守贞带来的心安与家族福泽。佛家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对于普通人来说，中年不失本真，就是最接近佛性的时刻。在这个物欲横流、充满功利心的世界里，守住本心不被扭曲，是一种极大的佛德。这种福报不会随岁月的流逝而枯竭，反而会像陈年佳酿，越往后越显现出其珍贵。很多女性到了中年，会因为生活的磨难而变得世故圆滑，甚至变得连自己都感到陌生。但守住单纯的女人，她们始终知道自己是谁。这种心理的一致性，让她们获得了灵魂深处的安稳。佛家常说心安理得，一个心安的人，他的眼神是定的，神魂是聚的。这种安稳的力量，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一个女人的本真，直接决定了一个家庭的温度。这种福报会延伸到子女身上。研究佛学因果会发现，母亲的心性对后代的影响最为深远。一个单纯、守贞的母亲，她传递给孩子的是安全感、信任感和正确的人格基石。这种无形的家教，远比万贯家财更能保佑子孙前程似锦。在《大乘起信论》中提到本觉的概念，意指我们与生俱来的清净本性，守住单纯，就是守住了这一份本觉。这种福报在晚年尤为明显，他们往往人缘极好，受人尊敬，内心没有愧疚与惶恐，只有坦荡与祥和。这种现世安稳、后福无穷的状态，正是因为他们在漫长的中年岁月里拒绝了诱惑，拒绝了变质，始终以一颗赤子之心面对红尘。这份福报就像是深埋地下的根系，虽然看不见，却支撑着地上的繁花似锦。当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会发现，中年女人的单纯绝不是一种缺失，而是一种极其圆满的修行结果。她们用一生的真实换取了命运最高等级的礼遇。很多人听完苏夫人的故事，或者听完福报的拆解，心里难免会有一个巨大的疑问：在如此现实，甚至有时显得刻薄的社会里，这种单纯难道不会变成别人眼中的软弱吗？如果我一味的不争不计较，会不会反而助长了贪婪者的气焰？这其实是大多数修行者最容易掉入的误区。佛家所说的单纯，绝非毫无底线的退让，而是一种基于觉性的智慧选择。要修持这份中年后的大福报，核心的发心必须从取悦外界转向回归自性。我们首先要明白的是，佛学里的单纯叫做大智若愚，它的底层逻辑是：我看得清所有的套路，但我选择不入局。这需要一种极强的能量支撑，也就是佛家所说的定力。在日常生活中，你可以尝试练习一种分身术。当你在职场或家庭中遇到不公，遇到那些试图算计你的人时，你的肉身在应对，
但你的心要跳出来，像看戏一样看着这一切。你会发现，那些所谓的计较得失，在因果的长河里，不过是微小的尘埃。这种心态的转变，就是从我直向观自在的跨越。当你不再把胜负看得比心安更重时，你身上那股清净的磁场就真正建立了。很多人的福报之所以守不住，是因为发心歪了。有些人学着变单纯，心里却想着佛祖保佑，我都这么让着别人了，你得给我点好报吧。这种带有交易性质的伪单纯，本质上还是贪欲。真正的发心应该是为了保护自己这颗好不容易修来的不再受苦的心。你要告诉自己，我不计较，不是因为我怕你，而是因为你不值得我动用我的福报去跟你纠缠。我们要避免的一个严重误区是愚慈。佛法讲慈悲为怀，智慧为建筑。如果你发现周围的人确实升起恶念，步步紧逼，此时的单纯不代表逆来顺受，你可以用最平静的语气说最坚定的话，这叫金刚怒目。你的单纯体现在事后你不留痕迹，不把这件事产生的恨意带回家，不让它污染你晚上的睡眠。这种事过境迁，心如止水的复原力，才是中年女性最顶级的护身符。此外，要改变思维中的稀缺感。大多数人之所以精明，是因为觉得资源是有限的，抢一点少一点。但佛家告诉我们，福田是在心中种出来的。当你开始练习随喜赞叹，看到别人好，你发自内心的感到高兴，而不是酸溜溜的计较，你的心量就会瞬间扩大。心量大的人，福报的承载力就大。这种意识的转变会直接改写你的日常生活。你会发现，当你不再紧盯别人的缺点，不再纠结于那一两句口舌之快时，你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变甜了。你的家人会更愿意亲近你，因为你不再是一个充满负能量的裁判，而是一个散发暖意的港湾。这种由内而外的蜕变，不需要你去拜佛求签，因为你本身已经活成了那尊如如不动的佛。各位朋友一定要记住，单纯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权力的行使。你有权拒绝在这个混浊的世界里变得面目可憎。守住这份真，就是在守住你这一生最大的财富。今天的内容也马上来到了尾声，最后还有一些话并未说完。我想，如果你已经听到了这里，那么请务必将我接下来的话也听进去。在这个万丈红尘的道场里，我们每个人都在岁月的打磨下，不由自主地披上了一层又一层的盔甲。我们变得老练，变得圆滑，变得在深夜里连自己都快认不出镜中的那张脸。我们以为这就是所谓的成熟。但今天，当你听完了苏夫人的沉浮，听完了佛法对那份清净自信的呼唤，你是否感到心中有一块久违的柔软被悄然触动？其实，人到中年还能守住那份单纯的女人，她们不是避开了苦难，而是超越了苦难。他们看透了世间的繁华不过是一场盛大的虚妄，看透了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不过是因果戏台上的片刻沉浮。于是他们选择了一种最聪明的活法，把外界的纷扰还给外界，把内心的清宁留给自己。这份单纯是佛家送给中年女性最高级的礼物，它让你在皱纹爬上眼角时，眼神依然清澈如初。它让你在面对背叛与委屈时，能迅速转身，不让怨恨烧毁自己的功德林。这种福报不是那种暴发户式的转瞬即逝的运气，而是一种如山间明月、江上清风般绵长且深厚的底气。它护佑着你的身体，安抚着你的灵魂，甚至在无形中成为了你儿孙辈最坚实的命运靠山。我们要明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从来不是精明的算计，而是那种排山倒海般的真诚与纯粹。
当一个女人不再为了证明自己而活，不再为了抓取幻象而累，她就真正活成了那朵出淤泥而不染的妙法莲华。外界的风雨再大，又怎能撼动一棵根植于慈悲与守贞的大树呢？现在的你或许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或许正被繁杂的人际关系折磨得心力交瘁，请试着闭上眼，深呼吸，去感受那份原本就属于你的从未消失的赤子之心，告诉自己没关系，从这一刻起我选择放下，放下那些不属于我的期待，放下那些消耗我的执念。我想问每一个正在观看的你，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你是否愿意为了这份不一般的福报，勇敢地找回那个走丢了很久的单纯的自己？如果这段文字触动了你，请不要吝啬你的善缘，给这个视频点一个赞，点个热推，将这份智慧分享给你生命中那些同样善良、同样值得被温柔以待的女性。你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都是一次微小的布施，都在为这个世界增添一份清净的能量。请在评论区留下你最想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或者分享一个你因为不计较而获得好运的小瞬间。让我们在这里共同筑起一个充满正能量的福报磁场。愿每一位看到这里的女性都能在中年的深处活得通透，活得自在，活得福报满满，岁岁平安。今天突然有点触动，看了各位的那么多条留言，谢谢你们的喜爱，感恩每一位观众，每一位粉丝朋友，有你们真好。